是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名门正派的弟子，所以他们又约了他们的师兄、师姐、师弟、师妹、师伯、师姨、师干妈什么的一大堆。后来这些人又约了其他门派的师兄、师姐、师弟、师妹、师姨夫、师干妈。我说到哪儿了？师干妈。于是这场厮杀就开始了。他的妻儿父母全都被杀死了，他自己就跑到一个绝顶无人的地方，研究敌人的招数，以求将来报仇雪恨。那后来呢？可是等他把招数都研究出来，他发现所有的仇敌都老死了，他自己也老了。但是他不愿意浪费自己这番心血，将这些招数心法写成了上下2本书。那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九阴真经。讲完了。哎呀，哪有完呢？完了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吗？皇上写成这本书以后，把它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。可是有一年这本书突然出现在世上了，人人都在抢它，什么人都想得到它，弄得是争来争去，一塌糊涂。那周大哥，要是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我看这本书是天下第一害人的东西了。你想，陈玄风如果得不到这本书的话，他跟梅超风隐姓埋名的，岂不是很好吗？如果梅超风得不到这本书的话，他也不会像今天这个下场了。对呀，兄弟，下边就说到这个抢书了。这本书出现以后，世上的高手也全都出现了，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，他们5个约好了在华山论剑，谁的武功第一，这本经书就归谁。这回我知道了，这经书一定是落在你师兄手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师兄得到这本经书以后他就不练上面的功夫了。他把经书藏在这个石板的下面，往上一坐，就再也不起来了。我问师兄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是不是怕人来偷啊？我师兄笑而不答。就在我师兄把这本经书藏在蒲团下面以后，这江湖上倒是少了一些厮杀。可是就在我师兄临死的时候，却又掀起了一场风波。我师兄自知大限已到，命我将九阴真经取出来。他久久地抚摸着这本书，不肯放手他几次要把它扔进火炉当中，却都于心不忍。他说：“前辈的心血怎么能够毁在他的手里呢？但是我们众人绝不可偷练此功，要不然旁人会说他夺取经书是怀有私心。”说完这几句话，他便闭目而逝了。快把九阴真经交出来，否则一把火烧了你的道观！师兄已经料定西毒待他一死必来抢夺经书，因此以上乘气功闭气装死，等欧阳锋一来，一招将他制住。待赶走欧阳锋后，我师兄也就真的闭目而逝了。师哥遗言要将九阴真经的上卷和下卷分至2处，以免同时落入奸人手中。我将真经的上卷藏好之后，身上带着下卷经文，要送到南方的雁荡山收藏。途中却又撞上了黄老邪。那黄老邪虽然为人古怪，但是骄傲自负的紧，绝不会像吸毒那样抢夺经书。可那次糟就糟在他的新婚夫人正好和他在一起。那便是蓉儿的妈妈了。
黄老邪那是满面春风，说是新婚燕尔。我想黄老邪从你一时糊涂一时，讨老婆有什么好？便取笑他几句。黄老邪倒不生气，反请我喝酒。我说去师哥假死复活击中欧阳锋的情形。黄老邪的妻子听了，求我借经书一观。哎呀，什么经书啊，值得这么抢来抢去的？我倒是想瞧上一瞧。我的爱妻啊，当真全然不会武功。他就是年纪轻，喜欢新鲜的玩意儿。哎，你把那经书给他瞧一瞧，他有什么关系？我黄药师，要是向你的经书上瞟上一眼，我就把这双眼珠子挖出来给你。哈哈哈哈哈！伯通啊，我怎能不知道你有为难之处啊？你若是肯把经书借给那人一观，我黄某人定有报答你全真派的时候啊！如若不肯，也只得由你了。啊，谁让我黄药师和你周伯通有交情呢？只是我跟王重阳的徒子徒孙却是没有交情的。什么？黄老邪，你要是心里有气啊，你就找我老顽童处好了。找我那个小辈，那算什么？一大欺小，耍无赖吗？你耍无赖，耍得过我老顽童吗？来来来，咱俩比划比划。来来来，不，周大哥，周大哥，你总爱胡闹调皮，大家可别闹得伤了和气。我看呀，咱们还是玩点别的吧。你那宝贝经书啊，我也不瞧了。看来呀，这九阴真经是给那姓欧阳的抢去了。周大哥拿不出来，你又何必苦苦逼他呢？让他失了面子啊！哈哈哈哈！伯通啊，还是我去找老毒替你算账去吧。那个老毒的武功了得，你是打不过他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打不过谁呀？经书还在我这里吗？本来嘛，这经书给嫂子看一看也是可以的。可是你们不能说老顽童守不住这经书。不行，咱俩还得比划比划。来，哎呀，周大哥，来，伯通，这比武你可说比腻了，啊！我也怕伤了咱们之间的和气呀。这样，你我之间，咱们玩一个小孩家的玩意儿，怎么样？哎，好啊！你们俩就比赛打石弹子，啊！来，比啊！难道我怕你啊？周大哥，要是你输了，就要把经书借我瞧瞧。要是你赢了，你想要什么呀？你全真教有宝，难道我桃花岛就没有？哎呀，这个好玩。伯通啊，这个好玩。你的武功卓绝呀，自然是用不着这副甲。可是他日，你要是娶了个女顽童，又生下个小顽童，那这副甲对小孩子家那是妙用无穷啊！伯通，只要打担子，你胜了我，这副软猬甲，自然我就送给你了。哎呀，女顽童是不能娶的，小顽童更不能要了。不过你这副甲在江湖上可是大大的有名啊！我把它穿在外面，我在江湖上，我走来走去，神奇的很呐，让大家都看看。桃花岛主黄老邪输给我老顽童了。周大哥，你先别说嘴，哥俩比了再说。好，比就比，咱们上那边比。那时候说好，每人9粒石弹，共是18个小洞，谁的9粒石弹先打进洞里，就是谁胜。18个小洞全都是我挖的。那时候我又留心瞧了黄夫人的身形步伐，果然是不会半点武功。当下我想，这回是万无一失，黄老邪等一巴巴的把件宝甲给我送上门来。我打了几10年的担子，不是白混呐。那黄老邪连打3颗都不错毫厘的进了洞，可是一进去又跳了出来，我却是一个没跑。这个人也当真聪明了。
立刻明白其中的奥妙。可是我已经打了5颗弹子进洞。嘿嘿，哈，这回啊，连神仙也救不了你了。这是小孩子家的玩意儿，为何要惊动神仙呢？啊！你打碎我的担子，这怎么能算呢？这不算，不跟你们玩了，连我的耍赖皮，我不玩了。哎呀，我说周大哥，这可不辛苦啊！刚才咱不是说的明明白白的，谁的9颗担子先进了洞算谁赢？你混赖呀，那可不成。别说他用担子打碎了你的担子，就算是他硬抢了你的，只要你少1颗担子入洞，终究是你输了。那我就夺。要从黄老邪手上抢东西，又谈何容易啊！当下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颗颗地把担子打进洞里。哎呀！伯通啊，这都是小孩子家的玩意儿，算不了什么。起来。黄家嫂子，老顽童输了，就是输了。我把9阴真经借给你看看，也没什么。天黑之前要还给我的，要不然的话，那可不得了啊！哎呀，周大哥，你号称老顽童，人可不糊涂啊！你怕我刘备借荆州是不是？我就在这坐着瞧瞧，看完了马上还你，也不用等到天黑。哎，你要是不放心啊，就在旁边守着便是了。那好吧。哎，伯通，这当今世上有几个人的武功胜得过你呀？大概3、4个吧。那我黄药师呢？那，不知道。要是你我2人联起手来呢？那就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了。伯通啊，以你我2人的功力，还怕你的经书被人抢去不成？那倒是。来呀，你来追我呀！来呀，黄老邪！这儿呢！看我抓住你了！你追不上我！来呀！看我抓住你了！这边！来呀！周大哥，我瞧完了。看完了。哎呀，我们还没玩完呢。哎呀，真是烦劳周大哥了。平时在岛上啊，都是弟子陪着，他可难得这般高兴啊。你人不错，比他强。早知道这样的话，我早就到你们桃花岛来喝你们的喜酒了。周大哥，你随时来呀，我们都有好酒相奉。只是，你可上了吸毒的当了。这本啊，不是什么9阴真经。不可能的，这是我师兄留下来的，怎么会有错啊？这模样不错，又有什么用啊？这是欧阳锋把你的经书调了包了，这是一本寻常的武功书。周大哥，这9阴真经的真本是什么样我不知道，可这本书啊，我5岁时就读着玩，我从头到尾都能背得出来。我们江南的孩童19都能熟读。哎，你要是不信呀，我背给你听听。哎呀，我师兄曾经交代过，说我们全真派的弟子都不可以练这上的功夫，因此我又没看过，我怎么知道你背的对错啊？哎呀，周大哥，这真是一本寻常的武功书，江南到处流传的。哎，你又不练其中的武功，瞧瞧又何妨啊？好，
你背吧，来。他先是从头到尾流水般的背了下来，我瞧着跟经书上果然是一字不错。我又从中间抽了几段让他来背，不想他也背的是滚瓜烂熟。啊，我想全真派的面子这回可丢大了。周大哥，我背了这么多，你总该信了吧？老顽童，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嘛！我这副软猬甲就送给你吧。不要了，我这就回家闭门寻虎，练好了功夫找吸毒药叔去。这吸毒如此狡猾，那是非找他算账不可的。可是如果叫了马道长、邱道长他们一起去的话，那声势岂不是大得多吗？哎，那几个牛鼻子有什么用啊？事后又练成了几项别的武功。可是我听江湖上传言，桃花岛门下的黑风双煞练有9阴真经的功夫。我这才明白，黄夫人虽然不会武，可是天资过人呐。她是把我给她看的经书全部给背下来了。等我一走，她就默写给她丈夫了。于是我就到了桃花岛，来找了要经书。我素来是说一是一，我曾经说过，我绝不向你的经书瞟上一眼。我所看到的9阴真经，那是那人笔录的，可不是你的经书。黄夫人，黄夫人，你们夫妇2个人合伙来骗我，你快出来！哎，再不出来，老顽童我放火烧房子了！伯通啊，你若烧了这房子，夫人能够出来的话，那你烧了这桃花岛又如何？你烧了我，哼，又如何？这黄老邪搞什么鬼？报应啊，报应，真是报应啊！哼，偷了我的9阴真经，啊，现在练不成功了，人死了。哎，死了老婆好啊，死了老婆你就可以专心的练功了。哎，换了我老顽童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啊！黄老邪，恭喜恭喜啊！我就跟黄老邪动上手了。这几年闭关练功，我的武功有所长进。我们2个从山上打到山下，从屋里打到屋外，一气打到这个山洞里头。我就在这山洞里待了15年。啊，周大哥，这么说你是打输了？哼，我跟他耗。我跟黄老邪，我跟他比谁长寿。我要是还练成了独孤求败那长寿的功夫，那黄老邪早就抹脖子自杀了。兄弟啊，今天讲故事讲得真舒服。哎，兄弟，要不咱俩一块去拉屎吧？走吧。哎，一块去拉屎，没准能碰见那个黄老邪，好好抽抽他。周大哥，兄弟不习惯跟别人一块去的，还是周大哥先去。好。哎呀，要是什么时候想出来就出来就好了，不是光是拉屎的时候才能出来就好了。是蓉儿。哎，兄弟，你上哪儿啊？你得跑那么远呢？哎，你不要像独孤求败一样跑那么远就不回来了？哎，蓉儿，蓉儿，金哥哥，蓉儿，你在哪儿啊？金哥哥，金哥哥，蓉儿，金哥哥，金哥哥。耶！金哥哥，金哥哥，金哥
蓉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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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子，这岛上才叫苦海无边。我放你一条生路，速速与我上船，再不要回来。蓉儿呢？不要再提他，你这辈子也休想再见他一面。我见不到他，是不会离开这儿的。你不要小命，尽可以回来。方才若不是蓉儿用风筝引路，你以为你能走得出这桃花大阵吗？黄岛主，你为什么不能出来好好跟我说话呢？跟你好好说话，哼，你也配？蓉儿跟我在一起很快乐，她也很挂念你的。闭嘴！黄岛主，你为什么要把周大哥关起来呢？他是个很好的人啊，只不过是爱啰嗦一点罢了。其实我知道，你也是个很好的人，只不过你性格怪癖，你是故意这么做的，对不对？爹，你又在想娘啊？蓉儿啊，你真是个没娘管教的野孩子了。那你就更应该宠蓉儿了。是啊，爹知道事关那傻小子，爹也知道，蓉儿事先一定想得周周全全的。是那风筝引那傻小子来见我的，不是蓉儿要去见那傻小子的，对不对呀？爹真是料事如神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有点不近人情。对。哼。哎，蓉儿，那个傻小子倒真是不怕死啊。爹，你不讨厌靖哥哥啦？你要是不讨厌，蓉儿这就去把他叫来。哎，蓉儿，那个傻小子是傻的不怕死啊！你看咱们这个桃花岛怎么能容下这么个木讷憨傻之人呢？聪明有什么好啊？爹不是精通五行八卦吗？不一样躲在这儿不能动弹。你，爹，我只是不想让娘看见你这样啊。独孤求败！哎，独孤求败！独孤求败！嘿，你跑到哪儿去了你？桃花岛上虽然好玩，但是你不能一去就不回来嘛！你不听话，我打死你！嘘，我兄弟回来了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去看看啊。不是我兄弟，是王老邪。这黄老邪不睡觉，半夜三更的吹什么箫？真是的！哎，黄老邪，你半夜三更的吹什么箫啊？吵死人了！有本事你就下来跟我大战300回合！这是老夫新写的《碧海潮生曲》，特请老顽童你赏鉴赏鉴。不好！我不听！我不听！
周大哥，周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周大哥，周大哥，你是不是在跟我玩啊？你别闹了，你别闹啦！好小子，又坏我大事！周大哥，你没事吧？简直不得了了！那黄老邪的笑声太厉害了，差点害得我老顽童走火入魔。哎，你到哪儿去了？怎么才回来呀？我就出去走走啊。啊，你出去了？那笑声对你没用啊？这箫声有这么厉害啊？我怎么没听出来啊？哎呀，怎么不厉害呀？黄老邪将内宫融在这个箫声当中，尽追些男欢女爱的事儿啊！哎呀，追得我烦死了，差点让我走火入魔。什么是男欢女爱啊？啊？这个你都不懂啊？啊，怪不得兄弟，你是童男子啊！这箫声对你没用的。你还是没说明白啊。这个，这个今天不说了哈。我困了，我去睡觉了。哎。黄老邪，起床啦！爹，看你那个样子，老顽童那儿你没讨到什么便宜吧？蓉儿，爹和老顽童，你到底是想帮谁呀？你要是爹和那个傻小子呢？那当然是帮爹，还有他。这个丫头，我就知道你这么说。爹呀，你比他武功高出那么多，你跟他打起来相差那么远，岂不让人耻笑啊？这个蓉儿，你去了一趟中原回来，一下就变得油嘴滑舌了。对呀，我就知道爹想知道我在中原发生什么。蓉儿，说给爹听听吧。不说。蓉儿，说给爹听听嘛。好吧。我划船出了桃花岛，就在船上改装了一番。所以上了岸来，我的样子就已经连自己都认不出来。兄弟，72路空明拳你已经学会了，现在呢，我想摔你一跤也不是很容易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玩4个人打架。4个人打架？对。跟谁打呀？这4个人呢，就是你的左手是一个人，你的右手是一个人，我的右手是一个人，我的左手又是一个人，我们4个人互相在一起，一帮混账。这个恐怕兄弟不会啊。来，周大哥，我没事，来，很简单的，我这个人打你这个人呢。哎，准备好了吗？好。这个人又来了啊！来，两个人打，来，来呀，打呀，兄弟，打呀！好，4个人一起打吧，来。不打了，周大哥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总是2只手分不开的，你怎么就可以一心二用呢？哼，这就是我的本事了。那这门功夫在对敌的时候可当真是有用了。2只手发不同的招式。招数要不同，这不就相当于2个人打1个人吗？虽然内功上没有增加，但是招数上很占便宜啊。周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兄弟，我们冲出洞去。周大哥，你是要去解手啊？哎呀，我不大便，我也不小便的，我要出去。我现在不怕黄老邪了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说了吗？一个周伯通打不过黄老邪，2个周伯通还打不过黄老邪吗？切！哦，哎，可是2个周伯通都不知道桃花岛的机关呀。来，给我。
啊，回去告诉黄老邪，让他赶快过来给我比武啊，听见没有？这个缩头乌龟！哎，兄弟，来，是黄老邪送来的馒头啊。哦。嗨，你听见没有啊？明天给我们多送点韭菜来。啊，把这倒。周大哥。哎呀，你快点儿！靖哥哥，你别心急，我爹爹已经和我讲和了，待我慢慢的求他放你，蓉儿。蓉儿！哎，我说你怎么这么磨蹭？哎，兄弟，你到哪儿去？你到哪儿去啊？周大哥，蓉儿给我来信了，她说她会救我出去的。你出得了桃花镇吗？我。哎呀，这个傻兄弟！哎，哑巴，去，让开！第二招，看着啊！再来，这回不错，再来第三招。哎，好，哎，这样可以了，兄弟，我们现在可以对打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从哪儿来的？哦，这是我爹爹留给我的。这是你爹留给你的？哦，我说的是这个。哎，这个呢？这是在归阴庄的时候，我二师傅妙手书生他从梅超风前辈那儿拿来的。独孤求败，你看出来了吧？我身上有个大秘密呀！哎呀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九阴真经啊！哎，你别看这个东西啊，有很多人为它送了命啊！我知道，我师兄他不让我练，可是。你说，那他闲着不也是闲着吗？啊？你说话呀！嘿，你说话呀！嘿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哎，好，我不练，我教那个傻兄弟练，哎，是吧？他又不是全真教弟子。对，对我那个傻兄弟吧，他特别讨厌九阴真经上的功夫，他说太阴毒了，他不愿意练。哎，我是怎么教他也不愿意练呢？我只有骗他了，我骗他，我让他练会九阴真经上的功夫，是吧？功夫在他身上，想丢也丢不掉，你说呢？好。看我的，走吧。念慈。念慈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还没走，你一定还跟着我呢。你虽然割了头发，但是你割舍不下我。我就知道，我的这些弱点被你看得一清二楚。我一个人回来找你，没想到被丐帮抓到这儿来了。你不要骗我了，
你是做了对不起大宋的事，才落得这个下场。哎，你听我说呀！你不要说了，你还替金贼卖命。你误会我了，念慈。自从我娘死了以后，完颜洪烈虽然像以前一样对我好，但是内心却有了猜忌。他毕竟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骨血，离开王府是迟早的事。但是我现在要找那本武穆遗书，如果一时兴起杀了他，我怎么能得到那本宝书呢？大仇不报，你倒惦着一本书。这可不是一本平常的书，得了这本书，就等于得了一半的天下了。我们要这一本书来干什么？还不如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好了，念慈，我是想抢在完颜洪烈之前得到那本宝书，免得落在金人手里，对大宋不利呀。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我怎么会骗你呢？难道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还不相信我对你是真心的？念慈，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，我要怎么才能报答你对我的一片真心呢？只要你能够离开王府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记住，你是大宋子民，别再为金人卖命。等我办完了事，我就去找你，啊！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是故虚胜实，不足胜有余。人徒之枯作，西斯为尽德之功。殊不知上达之事，圆通定会体用双。周大哥，我说了你可别不高兴啊！啊，你说。我怎么越练越觉得这像梅超风的九阴白骨爪呢？哎呀，这个傻小子，这怎么能跟他的邪门外功相比呢？我这是正宗的神爪功。好了，你不用练了啊，你就背我刚才教你的正宗的内功心法吧。可是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啊！你死记硬背吧。哦，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是故虚胜实。不足胜有余，周大哥，下边是什么呀？人徒之枯作，西斯为尽德之功。哦，人徒之枯作，西斯为尽德之功。殊不知上达之事，圆通定会，体用双修。背得还挺准。藏眼神，凝耳运，调鼻息，兼舌气，精化为气，气化为神。周大哥。我又忘了。自己想吧。神化为虚，眼不是靖哥哥，西毒为他侄儿向爹爹求婚，要娶我为他侄媳，我爹已答应。蓉儿，太好了！这个西毒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他的侄子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样，黄老邪的女儿嫁给他，一个是破了他的童子功，再一个让他受点苦，两全其美。挺好。蓉儿是要跟我在一起的。雕儿，喂！你们怎么来了？靖哥哥，西毒就要上岛了，我已不能出门。今后连给你煮菜也不行了。
爹不听我的，我就以死明志。反正蓉儿是不会附近哥哥的。岛上道路古怪，处处陷阱，我爹一定已有防范，你千万不可来找我，切切，蓉儿。蓉儿。